最近这个美股吧，涨得挺让人兴奋的，但是呢，感觉好像大家有点心慌啊。那一个月之前呢，我们还在担心说，美伊冲突会不会把美股拉到熊市里面？不过它跌了10%的左右呢，进入4月之后，马上市场出现了一波非常强势的 V 型反转，尤其比较强势的像是半导体和存储板块，真的是涨到让人怀疑人生。这么个涨法呢，如果现在大家有仓位的话，可能会想要考虑，我要不要取一部分利润了，省得它回调的时候利润大幅回吐。那没有仓位呢，也会担心说，我现在不上车会不会来不及，或者我冲进去了，真的就是站在山顶了，就高位接盘。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会通过一些数据和客观的事实和大家分析一下这波上涨它的动力到底是哪一些，是真的 AI 驱动的一些基本面的变化，还是说就是一些情绪堆积的泡沫。那我们现在是该怎么做会比较好一点？是选择落袋为安呢，还是说我们继续持股之后可能会有一波更大的上涨？那对于我们散户来说，目前这个市场下我们做波段是不是合适？大家好，我是新月，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那我们先来盘一下这波涨势到底是怎么样堆起来的。那宏观上面呢，最主要就是战争的风险它消退了，美伊开始和谈了。虽然说这个和谈吧，谈的是乱七八糟，但至少市场已经开始压住这个仗是打不起来了。你就别管以后有没有冲突吧，只要现在不打，那就是利好，那就是开涨。那随着油价的回落呢，大家对通胀的恐慌也是降温了，美联储那边加息的压力也变小了，再加上正好赶上了财报季，大公司的财报是一个比一个漂亮，这就是给市场又添了一把火。那这里面涨得最凶的呢，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半导体。我们看半导体的 ETF SMH 啊，几乎是朝着1点钟方向垂直往上拔。里面的英伟达已经上了200了，像是英特尔、AMD、马 v 走的都非常好，这些公司的市值都是千亿万亿级别的。像这种大象一起起舞的场面，就说明海量的资金正在不计成本的涌入芯片产业链。还有一个表现特别妖的板块呢，就是存储，特别是闪迪啊 SNDK， 它的企业级的 SSD 现在是供不应求，那一年的股价呢也涨了4000多，翻了40倍。再看这个行业的龙头啊，像是美光、海力士，他们2026年的 HBM 就是高宽带存储的产能呢，也基本卖光了，这就意味着未来2年的钱已经揣到兜里面了。三星更加夸张啊，一季度的营业利润暴涨了7倍多。我们从行业周期来看呢，今年全球的半导体销售额会预计冲到9700多亿美元的历史新高。那这种有数据支撑的增长动力呢，短期内你没有办法去质疑它，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即便涨得非常吓人了，资金还是敢往里面冲的原因。虽然刚刚说到增长动力的时候还挺激动的，但是我们做投资嘛，不能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一波到底它能涨多久。第一个风险就是估值啊，那我们看目前半导体板块里面这些核心的股，市盈率几乎都是在40倍以上，有一些甚至已经冲过100倍了。那这就意味着现在的股价它不仅反映说今年的好业绩，甚至说明年后年的利润都被大家提前透支买单了。老话说得好啊，不怕利空，就怕预期落空。一旦接下来的业绩增速它稍微慢一点，就哪怕只是持平，股价都有可能面临非常暴力的修正。第二个风险呢，就是流动性，这个又是个老问题了。虽然说冲突现在暂时是缓和了，但是油价呢还是处于高位，而且下一届美联储主席的热门人选就是凯文沃什，他的主张是偏向于缩表的，就是收缩流动性，让市场上的钱变少。那如果接下来通胀数据它有反复，导致利率死活不下来，那这些高估值、高成长的科技股绝对就是流动性收缩的第一批受害者。说白了，现在的行情就像是在高空跳舞，基本面确实是好的，但是估值呢确实也高，这种时候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就容易跌得很惨。那分析了那么多呢，大家最纠结的肯定还是说，这手上的股到底是拿还是不拿？那我们先看一看能不能抄作业啊。大家如果最近去看高盛或者摩根斯坦利他们的市场策略的话呢，他们其实一直在强调一个动作，就叫 rebalance， 就是资产在平衡。那机构的逻辑其实他们都挺理性的，就是当一个板块涨幅过大的时候呢，他们会强行卖掉一部分的利润，然后配置到还没有
怎么完全涨起来那些板块里面，其实就是取利，然后布局下一个轮动的板块。那我们散户的操作会比机构要灵活一些，但是也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因为不卖的话，你就怕利润会回吐，然后眼睁睁看着账户做了个过山车，卖了呢又怕卖飞了，然后卖完了之后它又接着疯涨。心理学上面这个就叫禀赋效应，因为这个股是你亲手选的，你就会自带滤镜，那潜意识里面就觉得说它还会涨，那导致该调整的时候你该走的时候又舍不得走。那我这边有几个方法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一个就是从技术面上面，如果你要做波段的话呢，并且有时间盯盘啊，大家可以用20日均线作为一个参考，只要股价还在上面的话，那就可以拿着。那如果说股价跌破20日均线，并且是放量跌破的话，那可以先出来观察它之后的走势怎么样。为什么用20日均线呢？一般就是做中短期的话，应该说做短期的话，用20日均线会比较普遍一点。当然这个方法比较考验技术，不仅要盯盘，还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对新手来说不是特别友好。那如果说怕折腾的话呢，可以用分批止盈的方法，先卖掉30%或者50%的仓位，然后取一部分利润，剩下仓位呢，你就可以把它当成免费的筹码，到时候心态就会比较平和了。涨的话呢，你还是手上有货的；跌的话呢，你已经落袋为安了，你可以等到它已经回落整理过后，然后再逐步的加仓。当然如果说你怕卖飞的话，也不用说你就直接卖了它，你可以设一个止盈线，比如说这边的跳空缺口啊，或者说是前一天的低点，这样子的话，如果说这只 ETF 或者这只股动力非常强，直接往上冲了，没有达到你的止盈线，那你就继续持有也是非常好的。当然如果说你的成本非常低，或者你原本就在定投 ETF 的话呢，那就继续拿着。我的建议是继续拿着，即便说它有回撤整理，但是目前的话整体趋势还是向上的，我们就不用来回折腾了，不动本身也是一种策略。最后放个彩蛋吧，那如果说对存储板块感兴趣，比如说像是海力士啊、三星电子、美光科技、闪迪这些股票的话呢，那现在有一只 ETF 是 DRAM， 它虽然说是4月份刚出来，但是它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出来发行到现在已经翻倍了，100%的涨幅。那虽然说它刚刚出来，但是呢，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比重股全部都是存储呢，现在也是强势的板块。但是有一点注意啊，它的比较大的比重是在海力士，它占比25%，三星电子占比20%，它的比重会比较重一点。还有一个呢，是它的管理费用是0.65%，当然一些行业类的或者策略类的 ETF 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价钱。第三个要注意的话呢，是它经过100%涨幅之后，目前不光是这只 ETF， 还有里面的个股，像是闪迪、美光科技，都是经历了一波非常大的涨幅。那之后呢，可能会有回撤的需求，所以你现在如果进去的话，可以参照之前的方法，或者等它回撤整理之后再进去也可以。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了，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喜欢我视频的话给我点个赞吧。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